好，2026马上有这个地方县市长跟议员的选举哈，所以郑丽文跟黄国昌两个主席昨天见面啊。那么另外呢说呢，明年的地方选举蓝白要合作啊，这是郑丽文跟黄国昌的共识了啊，要合作啊。那将来怎么产生人选呢？现在两种，一种是县市长，一种是议员哦。所以呢，说是民调啊，要用民调来决定啊。那黄国昌说呢，他们要这个合作蓝图，要一起来这个共筑啊。那2022选出最强的团队啊，当然要选出最好的人了哈。那另外呢，他们智库对接啊，李鸿源呢代表国民党啊，跟这个民众党说要讨论具体的政策哈。那另外呢，说民众党坚持要全民调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民调有各种民调了，比如有的对党员民调是一种啊，有的是全民调，有的是这个不同的民调啊。那现在比较这个将来会比较有问题的是新北、嘉义跟宜兰到底推谁？啊，比如宜兰陈婉慧很努力，哦，嘉义这个张启凯也深耕很久，那新北黄国昌要选，那到底怎么决定啊？那另外就是说，市长决定以后，议员怎么办？啊，如果说市长比如两个党都要推议员嘛。你市长决定是国民党，那民众党的议员谁来当母鸡来带他？哦，那如果说这个市长推的是民众党，那国民党议员谁来当母鸡？哦，那就说好吧，那国民党的举例来讲了，假如新北是这个李四川，那民众党要推议员呢，那你说李四川要不要帮民众党议员站台呢？哦，那国民党议员会不会有意见？那如果帮民众党议员站台，对民众党议员好还是不好？我还是很怀疑。这两个党要合作哈。那天黄国昌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民众的主体性一定要维持啊，否则你将来你没有主体性，大家干嘛支持你呢？哦，你一定要维持你的主体性，你该坚持的原则你还是要坚持，否则你没有主体性，你就被吃掉了。哦，但你有主体性的时候，那如果两边冲突怎么办？两边的政策是冲突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办？好像这些都是要两个党要合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么大目标是可知道，但是很多技术的问题哦，还是必须要去讨论的啊。那黄国昌说他要以大局为重。哦，比如以新北，如果男主角不是我会用最大力量来辅选。但是怎么样决定男主角？用什么样方式决定男主角？那另外呢，我常说苏巧慧说，透过各种管道鼓励他选到底，绝对不能够放弃啊。那但是苏巧慧就否认，所以说我哪有讲这话？没有讲这话啊。所以呢，黄国昌说，虽然他们鼓励我想到底，但是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啊。苏巧慧就说奇怪的谣言适可而止啊，我没有啊，我没有鼓励他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钟嘉宾还说，这个说不会扯后腿是恐怖情人。我们看一下，两个各自有主张的政党是有可能，是绝对有可能，为了台湾共同的未来而携手努力。2026年的选举，台湾民众党一定会用最大的诚意。我们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更不是为了位置，不会因为游戏规则导致鹬蚌相争，让劣币驱逐了良币。来这一场会面以前，我有没有跟柯文哲主席谈过？当然有，我会责成我们台湾民众党的智库去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智库请益，也希望国民党上下所有的同志们，能够有共同的心理准备。党内的同志要有心理的准备，这是哪方面的准备？一旦那个最强的人选不是我的时候，也能够放下小我，非要祭出党纪的，譬如说恶意的破坏，或者是说愿赌不服输。谁敢破坏蓝白合，就算是自家人，也不惜党纪处分。而志在参选新北的黄国昌也以身作则。如果男主角不是我，千万不用担心黄国昌会扯后腿，我会跳到第一线，用最大的力量辅选，不吝相互辅选，并建立核心幕僚对接。蓝白合的善意从郑主席上任第19天开始堆叠。来，朋友。我们新北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了哈，但的确刚刚如赵大哥讲的，其实我觉得在市长这一局，可以组合的方式很多，但是在议员，其实我发现就是这是大难点，因为在我们新北市的议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还有加5党，其实也都是国民党体系的，是过半的。但你说要民众党去哪几席是可以让给民众党去做发挥，那不管是由李四川来辅选，或是由黄国昌来辅选，我觉得这个难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
我们大部分的其实如果大家对新北市比较熟悉的话，我们的行政区很多，很广很大，那大部分在地的议员都是长期深耕。你说啊，因为民众党要来，我就要放弃我可能家族耕耘了2辈子、3辈子，2代3代的这种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的地盘的话，我觉得那个困难度是很高的。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郑丽文主席说啊，可能要祭出党纪来为了蓝白合作这种大局，我觉得要先去说服，就是说这些在地的士绅他在国民党下面去经营这个地方，去支持国民党这么久。那就因为我一个蓝白合就要放弃他们的本来既有这个权利，因为就我所知道，我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我知道好像国民党的议员层次应该是现任的都有比较优先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一旦他可能有席次要让出来给这个民众党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就要进入所谓的初选？有民调，各式各样的民调，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只要进到民调的阶段，这个可能性都很多啦，变化都很多。那这些对长期耕耘的在地人士来讲，是不是公平的？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挑战。其实我们民进党在看的时候，也都是觉得，民众党要进场的时候，那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在地他是有认同的，他是有了解的？像我自己所在的选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蓝绿的气氛是比较好，因为大家都是长期耕耘，那所以我们知道地方需求是什么时候，其实都是携手合作为主。那民众党进来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了解，或者他能不能跟其他人配合来推动地方的发展？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地方政治层次会比较重视的点。那如果说你单纯是因为政党合作要取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执政权或席次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对民众有一个很好的诉求了。廖成。我要跟炳佑这个意见完全不一样哈。2022的地方型选举，当时如果有人讲蓝白合，一定被骂死。回到赵大哥刚刚说的，因为民众党有主体性啊。为什么在上一届总统大选蓝白会破局？也就是因为各自的支持者都对于自己的政党应该要在总统大选展现出自己的理念跟价值有所期待。所以不管是蓝营当时认为蓝白合怎么可以让小党，白营的支持者也认为怎么可以被大党吃掉？过去还不够经验吗？可就是因为拜民进党所赐，这9年来的荒腔走板、仇恨对立，所以现在的基本盘结构已经不一样。何况台湾一直有一块第三势力，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期待能够有一个出路。那第二个，民众党今天所在各区目前有在经营地方的议员新人们，其实也都个别有渊源，也都各自有在选区经营，所以我跟比佑拍这件事，这件事还不用民进党操心。其实蓝白怎么合作，倒是都有自己的饼，只是要怎么如何达到昨天讲的1+1大于2，这才是最大的关键。那我自己有个提案，上次我就已经很大胆提出，本来就应该有个小组。我认为，因为在3月前，昨天既然都已经有这个 deadline， 有这样的共识，那3月前谁来谈，怎么谈？过去的失败不要再重蹈覆辙。以前就是假定弄破袜了，才会在民调上面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我也会回去跟党报告，我觉得要有一个双方共推的一个专案小组，然后针对2条路，就一个专案小组2条路，分别是县市首长的层级以及议员的层级。刚刚炳佑讲的，我也赞成一点，从议员从士绅、邻里长、议员、党部主委、地方党部到所有的千丝万缕都需要沟通，所以他有2个层级要去谈。第3，要定期公开把谈了什么以及问题在哪，来跟蓝白的朋友、市民朋友报告，以及最后那个公正的机制，还有当然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公平的民调。我觉得一个专案小组2个层次，3个公开、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会是蓝白的支持者共同的期待。过去国民党跟亲民党的合作，我记得是在单一席次上面的合作，譬如说立委跟县市首长，因为就是一定要共推一组人，才会有机会胜选。那在市议员因为是多层次的哦，所以我认为市议员的这个就是各自尊重各自党的提名跟深耕啊，这个部分倒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哦，不像刚刚民进党代表说，哎呀会排挤到国民党在地深耕的，不会，因为议员就是各自提嘛，就像是台北市上一届。其实民众党每一区就提1位了哦，那这一次可能也是维持原本的提名，所以上一次已经就这样选过了。那民众党也拿到很好的成绩，国民党也拿到很好的成绩，蓝白应该是把饼做大哦，一起把饼做大，让民进党的席次变小，而不是蓝白就固守在自己的席次里面去分。那这样蓝白合就没有
1+1大于2的效果了。所以我觉得市议员席次是不会去限缩的，但是单一席次像县市长就一定要合作，因为如果不合作，就会像苏巧慧打的算盘，国昌啊，你出来选，你出来选，为什么？他希望营造沙卡都的状况，他只要像赖清德这样少数当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明年的蓝白合作，当然就是会在单一席次上面，尤其县市长上面去进行整合。那至于民调，当然是大家都可以接受比较科学的方式，但是2023年出现蓝白合的一个窘境，就是谁的民调做准，谁的民调不做准，谁的民调要纳入，谁的民调是比较有方的民调哈，所以。这样子民调的剔除跟筛选，在那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就出现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也同意佑成说的，提前去讲好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全民调，有哪几家哦，然后要怎么样采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每一个政党都希望取对自己有利的民调嘛，可是不可能啊，到最后还是一样，就是那就各说各话，像2023年，你说你第2，我说我第1，到最后就各自选各自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想看到那种状况。不过，如果真的一个科学性的这个分层随机抽样，谁做都一样，那个民调只要准确，而且重复做就是这个样子。我每次做民调的时候，我们要做到1000多少点，做到400点以后到1000点几乎都一样，甚至400点误差正负5%，那就几乎都一样。就看你抽样怎么抽。如果真的是一个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这个民调机构，然后呢，的确是公平的这个科学的方法来抽样的话，美国那么大，美国3亿人口也不过就抽1000多点了，整个美国就调查出来。台湾2000多万人，台北市这个200多万，台北新北市300万，民调会不准确，我才不相信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现在有几个地方蓝白呢可能会抢宜兰那陈婉慧上次就选那这次呢还是很认真，这么多年都在宜兰生根但是呢，议会的议长张胜德听说也有意然后呢，吴宗宪国民党立委也在宜兰跑得很勤快然后呢，赖清德的信赖自由会的理事长林国章律师好像已经被。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好像就是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他已经决定了这个因为现在只有会的理事长嘛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3个到底要谁出来那另外呢，这个台北、桃园也是大家都很关切那台北市比如说王世坚吴怡农徐国勇民党秘书长，他说我们人很多怎么没有人呢？你看王世坚、吴怡农都是，还有人说出我了。因为我是秘书长了，所以不方便去选了那另外呢，沈博阳沈博阳很好都很好台北很多桃园也很多那王世坚说何志伟是桃园骑兵，本来王一川一直想去桃园选了，但是呢，王世坚说，那何志伟很认真，在那边庙里，你看他去拜庙都没有垫着，就直接跪在地上，这么拜久以后，那个膝盖都红红的那所以呢，这个何志伟被王世坚夸赞是桃园骑兵，说如果何志伟要我王世坚站台，随传随到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蔡其昌也很强如果蔡其昌要去的话会赢，那蔡其昌说你不要乱派公职国，一下台中一下桃园，你就选哪里那另外呢，这个陈品安这个律师苗栗民进党提他要到苗栗那另外呢，这个云林到底是谁？说呢，本来说要派刘建国去，但是选对会呢说有点争议，还在讨论所以民进党已经紧锣密鼓了那另外呢，彰化是要办类初选像类似初选的这样的这个活动好，那么另外说新竹跟宜兰如果蓝白合作的话呢，民进党可能会陷入混乱。新竹现在本来就是民众党在执政嘛。所以再合作的话呢，绿的还蛮辛苦的。那宜兰也是，现在是林姿妙在执政嘛，已经8年了。那如果蓝白这边共推一个人的话呢，民进党也会陷入苦战。我们看一下。他最强你们都没有要选桃园市长？我就推他会胜。这是在帮蔡其昌还是帮自己啊？因为2人都被点名是选桃园市长的骑兵。乱派工作了，没有这种事情。真的没有，没有了。接连否认战桃园，那谁又是民进党的最佳人选？
何志伟，因为他年轻嘛，他肯学习，而且他的态度也非常的谦虚，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所以由他去参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也算是骑兵。谢谢王世坚委员从从容容的鼓励志伟，那我们一起尊重党内的决策与安排。过去镇立委提名的颜扫伟不复见，但桃园这一局，民进党此刻还未有明确人选，彰化则要办4抢1的类初选。19号下午，4人齐聚党中央开会。至于艰困选区苗栗县，选队会拍板议员陈品安对战中东锦，而原定要一起定案的云林刘建国还在讨论当中。不过，讨论提名刘建国同时在野党领袖也正会面中。对于这一场蓝白峰会，民进党没给正面评价，反倒大算这场会谈已沦为蓝白合攻击民进党的批斗大会，既无助团结，也不能推动国家前进。江总怎么看布局选举？好，赵哥先，我们先跳回刚刚两件小事情。一个我很在乎，就是说很多陆配在台湾，因为他没有办法放弃国籍，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我们倒过来想，因为纽约的选举刚结束，一个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才刚拿到美国公民权6年的，都当了纽约市长。那为什么这个陆配如果不是因为今天两岸的气氛，那根本就是一个解释权的问题，不只是陆配，而是台湾有没有那些不要装高级，就是许多的公职为老百姓服务的公职，如果不涉及到呢太高层级的，不是到总统、国会议员层级的，其实你都不需要求太高的所谓形式上的忠诚标准。如果你要把忠诚架设这么高，纽约市全世界最大的都会，一个市长6年。而且呢，一上来之后呢，你看起来也有点信口开河，跟着现任的美国总统对着干，他当纽约市长，过半数的选票，有人质疑他吗？有人去质疑他的忠诚吗？华尔街在他的眼皮底下，但是这样的人可以当市长，为什么台湾小的地方连当个村里长都要被大做文章？莫名其妙。我觉得台湾基本上把政治无限放大，在政治立场上面装高级这件事情，对台湾只会让人重伤害。从我的立场来讲，县市长以下的都不需要你去考虑，我管你几重国籍都无所谓，我只在乎你做得好不好。但是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有双重国籍，你看乌克兰很多的部会首长都有双重国籍。或者今天你在考虑到所谓的忠诚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是认真在考虑忠诚问题吗？还是只是因为抓着对岸的立场呢做文章而已？第二个，刚刚我们在讨论到呢中日关系的时候，那秉佑议员提到，就是说在过去的凤梨的案子，中国大陆呢抵制台湾的农产品，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抵制过台湾的农产品，台湾完全抵制大陆的农产品。尤其最近我周围的很多的朋友去过大陆之后呢，在台湾吃水果吃多了，过去都觉得我都觉得台湾的水果最好，可是这些朋友去了大陆之后，都发现了大陆的农产品现在飞速的发展，跟那农产品台湾都买不到。台湾现在你在一般的超市里面，在一般的就是说连锁通路里面，你连韩国的水果呢，在台湾的超市到处看得到，可是大陆的农产品台湾一颗都看不到。台湾哪里有脸说大陆抵制台湾农产品？他片面开放了很多的农产品，但是之后关系不好了，稍微采取一些动作，变成是抵制了。不，台湾从来没有农产品可以从大陆进来的。回到呢选举的部分呢，我是很在乎呢昨天的蓝白的见面，但是我看的不是未来怎么写，因为在个别选区的问题，所有的政党的合作都会遭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选举机制里面，政党合作都会遭遇到地方选将游戏规则利益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协调？那个呢其实是当常数看待，就是见招拆招去处理就好了，大家呢各凭本事。但是你会看到呢，民进党有那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感觉，因为这一次的蓝白合，他起码确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今天郑丽文选党主席，大家也不会演，国民党呢是分裂的。大家呢会有一种声音呢，觉得呢郑丽文走的呢是国民党历来党主席里面呢可能呢最急的、最亲中的路线。
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在国民党的党内呢，都可能会有质疑的声音。可是，在推动蓝白合的时候，可以跟黄国昌坐下来谈，就白没有去质疑他的立场。白也是一样，白的内部呢，同样呢会有呢蓝绿的各自的背景的问题，但是还能够呢坐下来谈，那个呢就是很不得了的事了，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在意识形态路线上面呢去纠结，那个呢就是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起码确定了在国会里面的合作不会出问题。其实他与其说呢，将来在地方选举哪个选区我要提哪个议员，提哪个党的议员，不如说如何确保现在的国会的蓝白合作的基本架构在未来3年里面不会受影响。这个呢，对台湾的政治呢影响更大。那接下去呢是大家呢怎么样去共同运作协调？你看到日本政党的合作，其实判断非常非常重要。高市早苗呢当选总裁了之后，第一个跑掉的是谁？是公民党。公民党是跟了自民党合作20几年的，但是高市早苗一当选了之后呢，公民党闻那个味道就不对。你今天回到公民党真聪明，以至于今天呢中日关系搞差了之后，高市早苗一直在问，过去自民党安倍时代只要是跟中国出问题的时候，国民党去。让公民党去扮演润滑剂，今天你的润滑剂都没有，所以政党合作的时候，视野呢宽广一点，不要呢局限在呢个别选区当中呢个别的候选人利害关系，有时候会有得，有时候会有失，那是看你政治处理的技术。今天呢彼此蓝白在走到今天这条路线的时候，还能够把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先放下来，还能够呢在国会呢巩固呢现在呢国会的在野党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盘，那个呢就很了不起，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选举都会有选将上面的考虑，但是呢，不用把它看得那么严肃。休息再回来。财划法，好吧，这蓝白又提了2次财划法，那主机长说要复议。以前都是行政院长是要复议，赖清德要复议，现在主机长也跑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上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他们说这会有财政土石流，所以总统他也说呢，要支持行政院的财划法，否则的话明年总预算要重编，没有道理，干嘛叫我们重编而且现在呢，这个国家已经坐上财政的失速列车了被你们搞的那另外呢说呢，政院版的补助比县市比了，县市高于直辖市了，因为就是县市多。问题是，民进党现在只有5个地方县市，而6个直辖市里面，国民党有4个那台南统筹比今年增加1倍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的版本说呢，挹注地方这个新高那3项合计不低于去年，不低于114年了另外呢，钱跟权合理回地方，因为都说以前的中央集权嘛，然后呢，一般性补助款用设算的全部设算，他说的公司更公平，指标更均衡然后呢，这个维持计划型补助款的整体的模式那说地方这个建设不会中断那但是呢，赖士葆觉得新公司欺负台北市，不要光用公司告诉我们给多少钱因为呢，这个他们现在就觉得台北市什么这些什么土地面积，那台北市根本他们土地面积对不对？很多地方那个土地面积很大那么山地就占了一大堆是类似这样而且呢说什么财政的努力啦营业额啦、营业税啦把那个比重降低。国民党委员说，资源更集中在执政者手中那行政院财划法拖了9年出炉，以前立法院都跟行政院说，你拿你的版本你要把行政院就说现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不可拿出来那另外呢，南投县长许淑华说，地方有事就是地方的责任难道是这样吗？因为呢，中央取消南投动物防疫经费，所以呢，到时候万一动物出事怎么办到底谁的责任好吧，这个所以呢，行政院所以讲得很好听什么是几大的优点，但是媒体联合报是说，行政院的财划法暗藏有不少的魔鬼在里面。我们看一下，依照这个再修版，会让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从原本的举债3000亿，再多举债2600亿，达到5600亿的举债规模，这完全超乎违反了公债法第5条15%上限
的这个规定。所以，若是照再修版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来编定中央政府总预算，那就是一部违反法律的总预算，行政院编不来也编不得，我们无法做到。到底新版是怎样？这个所谓新版啊，其实就是行政院版了哈。我觉得就是行政院他现在自打嘴巴，他今天讲说哦，按照今天行政院提出来版本啊，中央挹注到地方的财政啊高达1.2兆，这是史上最高啊，就代表我中央好有诚意哦。那如果你今天史上最高，那你又开始骂我们当时在立法院通过那个版本啊，是财政失速列车，对不对？就说哇，那是财政土石流。那你到底哪一个有问题啊？如果你今天已经挹注的是史上最高，那我比你低，你还说我是财政的失速列车，那有什么好失速列车的？那你不是都已经那个什么撞车了吗？所以这个通都是政治性的语言。那我要讲就说，其实行政院版本它早在应该是去年就要提出来。去年当立法院要修这个财划法的时候，从去年上半年我们就要求行政院要拿版本，但是他就始终不肯拿。那最后我们立法院不等了，立法院自己通过了立法院的版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通过之后呢，那行政院呢就开始赖皮啊，开始投机。他想说哦，你今天那个新的版本啊，给地方比较多，好，那我就来克扣你什么一般补助款啊，计划型补助款东扣西扣啊，其实就造成很多地方就哇哇叫啊，因为原来应该给我的钱都不给我了，尤其那个地方其实他们也编好预算了，也送到议会去审查了，结果你的钱不给我，那明年到底怎么执行呢？就造成整个地方的财政大乱。好，那我其实今天有稍微看一下它的最新的结果。财划法大概有2个要关注的，第一个，中央到底放多少钱给地方？那他讲的是1.2兆，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些数字的这个魔术。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时我们立法院通过的版本，我们在那个才叫新版哈，新版它比原来旧版是从中央呢多增加4193亿，大概4000亿。那么这次我把它算过啊，因为他当时动了一些什么一般补助款啊、计划型补助款，我算一算呢，这一次呢中央有没有放钱给地方？有的，但是呢大概那个金额的那个规模大概是2000亿左右，大概是2000亿，也就是说我原来立法院通过版本，那从中央我们说挖了4000亿左右，那他这一次呢就是啊，我就给你折中大概2000亿，好。那除了这2000亿，到底要怎么分配呢？好，这接着就说你从中央增加了那么多钱给地方，但是怎么分配给地方呢？每个地方要求的就不一样。比如说，其实当时我们自己也很困扰，台北市跟那个新竹，因为它的财政贡献度最高，所以他觉得你要从财政贡献度。好，我的你这不都营业税吗？营业税吧，那我营业税缴的最高，你要还给我啊！所以呢，比如说台北市跟新竹就很在乎这个我的财政贡献度。好，那比如说像新北人口多嘛，新北说我要用人口来算啊，所以当时国民党的版本用人口来算，新北就比较占便宜啊，其他的县市也有点呱呱叫这样子哈。所以呢，有的县市说我们来比人口啊，有的县市说你怎么可以比人口呢？我们比面积，好，面积大的就要求说用面积哈。那但是比如说是农业县市呢，他说你比面积没有用啊，我的农业县市啊，我农业产值啊，农业人口，我们要比农业的面积，比农业人口，好，所以你光是这些你的权数啊、分配公式啊，就大家都可能都瞧不定。所以我老实说了哈，我觉得财划法随着行政院提出版本哈。大家应该去做一个协商，而且大家应该是很诚恳的去做协商。我本来就说，行政院你拿出版本，如果各地方都 OK， 请问一下啦，我立法院有什么好不 OK 的如果各县市首长都说，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接受啊，你们就 OK 了嘛。我到立法院我来打什么呢？你就是地方县市不 OK 嘛。所以你今天提版本，昨天你邀请地方县市他有没有邀？有邀哦。给人家这样子啊，1个月1页啊，他就是可能正版啦，正版哈，让你看一看，那地方县就傻眼。我刚刚就讲了，
很复杂吧？包含你中央要留给我多少钱，对不对？要给我多少钱，还有涉及补助款，还有没有克扣我？还有呢，就是我很在乎的，我们的公式怎么划分，这都是地方政府很在乎，所以有一些民进党的执政县市也很不爽啊，什么都没看到啊，无知天书啊。昨天10个县市长提出质疑，所以啦，如果你连地方县市都瞧不定，然后你就说宣战，你不是跟在野党宣战而已，你是跟所有地方县市也在宣战嘛？好不好？赖世宝是说，增加了比去年看起来整体增加319亿，就中央吹牛，我比去年多，但是统筹款少了1740亿，它有3种款啦，一般性补助款少了1080亿，什么增加了？计划性补助款增加，懂不懂这意思？像所谓计划性，说你提计划来，我核准你来申请啊，看他心情。所以你像这种所谓统筹分配款啊，一般性补都是确定的，大家都有一定公式可以算。但是计划型我们拉很高，这在我手里面，你乖对不对？听话对不对？多给你点，你不乖不听话给你少一点。所以呢，赖世宝因为台北市选举就很担心，说到时候台北市就被欺负了。来，台北市。昨天我们开党团会议啊，前面先是郑丽文主席来党团座谈，然后后面马上接着就是财政局再来报告新财划法对台北市的财政冲击。这已经是开议到现在1个半月里面，财政局第3次到议会来跟我们求救跟哭诉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中央变来变去，没有一个定案。第二个，中央名义上左手给，但是右手删。为什么这样说？刚刚说了，中央给地方的3种财源补助，一个叫统筹性分配款，一个叫一般型补助款，一个叫计划型补助款。那这个一般型补助款大部分在教育社福方面就之前什么大家都砍一半的这个部分，让大家就哇哇叫。然后计划型补助款就是你送计划，譬如捷运捷运大家知道动不动就上千亿、几百亿所以美其名现在统筹分配款，我们真的非常谢谢立法委员帮地方争取到这么多的财源。可是中央马上使出台面下的暗招奥包，从其他的款项就给你扣，结果搞到最后我们不增反减。光是捷运的补助款分担比例从50% 降到25%，我们一口气要增加500多亿的支出，500多亿的支出，更不要说未来中央还丢了一张清单给我们说，以后这一些事情你们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做。我觉得中华民国的财政现在叫做头重脚轻所有民众你只要想一想。你办所有业务是不是都到地方去办？所有的造桥铺路、公园是不是都是地方在负责？所以地方有钱，钱下放到地方，这有什么不对呢？中央只是规划政策完以后，都是交给地方来执行。可是今天中央就是因为蓝绿执政不同，他希望国民党被他掐着脖子，所有东西都按照计划来申请。这个陈其迈申请好，给全额补助；蒋万安来申请，给30%的补助。所以为什么才说计划型补助款变大比例，然后反而其他的就在给我们僵硬在那里？这就是我觉得这几年民进党执政以后，跟地方政府一直这样子给我们穿小鞋。我记得当年4大公投的时候很多国民党的县市首长不敢站出来，就是因为苏贞昌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说，年底的补助款公文都在我办公室我要等公投投票以后才要批。哪一个县市国民党县市首长敢出来的你这一个补助款都没有了。好吧，许淑华南投县长他说，比如说以前中央对于这个动物防疫经费给南投1年4000到5000万，现在全部取消。那防疫本来就是中央地方都要做的，那地方出一个事情，你看这是彰化那个蛋，搞得天下大乱了。你中央难道就不要出来补破网，对不对？然后你现在砍地方的这些这个防疫的经费等等所以呢，地方工作又多又没有钱，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高雄老是又爆出2座垃圾山，在田寮跟燕巢的月世界我们讲过了我们小时候住台南都这个经常也没有经常了，偶尔旅行会到月世界去，那个地形很奇怪所以它叫月世界，看起来好像月亮很怪怪的那检警驻守逮人说一个主谋被收押，真奇怪，那你平常都不看的吗？那个垃圾山不是个小垃圾山，说5层楼高。那平常垃圾车去丢垃圾，一车一车
你都看不到，一定要被检举出来、被讲出来、媒体报道，你们才去抓人哦。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抓呢？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情了嘛哦。所以呢，月世界先发现田寮，现在又被发现哦，而且说来自台南，好像是同一个集团干的。台南因为离夜市不远，所以到那边去给他乱倒哦。那另外呢，这个陈其迈就宣战，一个都跑不掉，除恶务尽，一定要严惩哦。那后来呢，这个白乔英啊，高雄市议员，国民党的，就说呢，你事后震怒什么？每次都事后这边震怒，我一个都不放不掉一个，你开始一个都不能倒，不就好了吗？哦，所以应该建立吹射者保护，因为很多人检举，搞这种垃圾，说黑白两道勾结在一起的，你到时候都搞不好，垃圾上还没解决，你先被解决掉了，所以应该有一个吹哨者保护。真的，我讲这种，我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到这个高雄抓一个这个污染工厂，我受到检举的呢。所有的高雄、这个屏东、这个台南环保人员给我在台南火车站集合，集合以后现场开到什么地方去，杀过去，通通不能给我打电话，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啊，污染的问题没有解决，检举人都被人家修理了。哦，很多时候说不是我要来不是我要查你啊，你是蓝轩检举你啊，你把它摆平就好了，我就不会来查了。为什么拿人家好处了嘛，收人家的钱了嘛，受到人家的压力了嘛，所以只好交代，不是我要查你啊，是他检举你啊，那检举人都被暴露，所以说我只要接到检举书，我下令的时候，检举人名字都遮掉，写赵少康交办，就这么简单，找我好了，不要去找那个检举人了，哦，所以呢，你事后正如没有吹射者保护，要保护这些检举人，可是为什么他不敢检举呢？哦，检举也没用，不有些台南那个里长也检举了吗？后来怎样呢？没用哦。谢龙介就说啊，黄伟哲，你不要只管真奶甜不甜，你要管台南垃圾怎么丢到高雄去了？我们看一下。大型抓斗车从边坡挖出一斗又一斗的废弃物，往下看，整片边坡满满都是垃圾。环保局垃圾车马上就被装满，一车接着一车，总共抓了10车才把垃圾运完。高雄知名景点月世界日前才被爆出遭人非法倾倒约5层楼高的废弃物，而且大部分内容物都来自台南，凶手还没逮到。19号环保局再度接获通报，在田寮区高4-1线也有人非法弃置废弃物。到场检查，确认现场挖出来的又是台南的垃圾，研判是燕巢月世界同一犯罪集团所为。环保局立即通报桥头地检署，检警正积极侦办，清理人员也漏夜赶工，把整片山坡的垃圾逐一清除。那右成怎么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垃圾各县市政府从上面它有预算的编列，到每一台车它有源头的管制，甚至都还会有车辆的记录 GPS 什么都要侦测，而且甚至还有什么车辆的记录联单，甚至你跨各县市都还要经过稽查。倒废土尤其这样子，没错，还是到处乱倒，没错。但这很有趣哦，倒成这样满山满谷，还跨了这么多的县市，这绝对不会是一朝一夕，这绝对会是千丝万缕，整个犯罪体系。所以这件事情，黄伟哲不要说只有震怒，刚刚白乔英议员提的，我们都很赞成。站在议员的角度，请问现在哪个行政首长要不要先出来做负责？而且黄伟哲勇敢的呼吁，要办到哪个层级？好，刚刚赵大哥都已经讲了，后面他所代表的利益结构一定非常的庞大，甚至应该是黑白两道可能都有挂钩在一起的问题。黄伟哲要痛定思痛啊，不然这会成为你未来不管你从政路上哪一条路都一定会拿出来好好的检验跟辨识的地方。然后再来哦。大家现在觉得看到民进党就很无奈的事情是，所有的民生议题只要碰到民进党，全部我看马上就要再处理一个垃圾国家队了。反正蛋弄不好，蛋的国家队；厨余弄不好，厨余国家队；非洲猪瘟弄不好，非洲猪瘟的国家队。更不用提在疫情的时候，任何事情只要碰到民生议题烧出来了，不能给蓝白单的，就是来国家队单。国家队单完以后，就用另外一个新闻事件覆盖过去。民进党执政9年，不要说什么蓝白意识形态的问题，他的执政就是荒腔走板，民生议题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搞得定。好，所以还是拜托大家，尤其我们自己在很多县市看到的垃圾的战争，不会只有台南，这个只是冰山之一角。很多营业性的废弃事业的处理物，甚至有很多台湾要输出国外，
包括我们现在衣服所谓的快时尚，都在台湾慢慢的发生问题。民进党再不痛定思痛，我们未来就要解决更多的问题。台南人蓝娟，对啊，我事实上过去担任过很多一些新闻奖的评审哦。坦白讲，过去这些年呢，其实最常得奖的都是跟垃圾处理有关，月夜风高啦，这个偷偷的，因为呢排不到这个焚化炉了，然后呢只好去偷偷倒台糖的废弃的这个土地啦，到哪里的土地啦，这都不是一年2年的事情哦。但我的意思说，这些报道都没有人看到过嘛，而且它都是发生在中南部居多。那所以我觉得这边非常的荒谬，我就说这边目前看好像都是发生在高雄，但问题是发生在高雄的垃圾都来自于台南。你以邻为壑，都是绿色执政不是吗？大家还记得吗？过去绿色执政最会，他们其实一开始就做什么高屏啊，什么云嘉南的共同治理到哪里去了呢？你就是在隔壁，你不能让陈其迈跟黄伟哲讲一讲吗？所以我觉得问题已经出现在，我觉得目前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从蓝白合到现在的整个这个卓荣泰啊，变成这个最大的战狼。我觉得民进党面对非常大的逆风，它那逆风的来源在于它中央跟地方的治理都出了严重的问题，就不只是中央，我觉得地方也是。那连最近的这个台湾民调基金会，就刘云龙那个基金会，他做了这个民调，除了国民党往上升之外，然后呢，国民党加民进党超越了国民党加民众党超越民进党在接近10%的这个民调支持度之外，它重点在于说很多政策你去问老百姓都认为是民进党搞错了，都是支持在野党的版本，什么停砍这个公教啦，什么公投保大选啦，什么普发现金，我相信才华法你去问，因为一路上来主张地方自治的，主张要这个重新才华法修正，都是民进党当初在地方的时候啊，哪有说对哦，你到了中央之后你就突然之间改变了，你完完全全就行政怠惰，完完全全就自打嘴巴。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我觉得民进党的政策，我觉得他们真的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说不要那么用廉价的、那么便宜的，光是贴中国标签、贴红色标签就好。就是我觉得老百姓已经看透了这一点了。现在目前几乎让大家觉得很有感的，都是民生、经济跟一些治安。比方我刚刚在讲诈骗的事情，讲什么小红书跟抖音什么自残，脸书你敢进吗？70%的诈骗都是来自于脸书的广告，你敢进吗？美国老大哥，所以我觉得太多事情都是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你治理做不成，对民进党来说永远抬不起头。这边要吹个牛哦，如果不当时我规划10几座焚化炉，你认为台湾今天怎么样？更难烧，没地方烧。但是现在已经30年了，所以很多焚化炉现在慢慢也老了，也旧了，等等哈。新北我们就那是台北县的八里啊、树林呢，就2座焚化炉。来，朋友。垃圾大战是一触即发，其实应该说已经在发生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刚刚讲这么多中央地方政府的这种困境里面，不会有所谓的垃圾国家队啦。坦白讲，到时候一定要焚化炉就是落地在任何一个县市里面，就是这么困难啊！我必须讲就是这么困难，谁要同意这件事情？好，谁愿意来做？包含我们新北市现在3座焚化炉，说要怎么修缮，要修缮的时候还可以，我说要更新，绝对大家都反对。新店还有一座，现在还有一座，这最新。但我常去啊，看新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个困境。那刚刚为什么讲说是南部？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坦白讲，我们北部很多往南部送。那因为为什么？因为北部人口稠密嘛，所以很容易被抓。那南部是因为我看他们都是在那种山间小道里面去运输，这个其实在我们新北市抓超多，全部都是送到南部去的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地缘上或者人口这个稠密度，让它自然上的一种特性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坦白讲，我们自己心里也很难过，就是说我们自己处理不了垃圾，都是丢到别人地方去。北部也是一样，中部也是以邻为壑，其实都是以邻为壑啦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单纯说去讲说啊哪一个县市执政好或不好，真的就是说台湾自己因为物质生活提升之后。增加垃圾量这么多，可是大家对于环保的这些废弃物的去化手段，并没有新的认识，没有新的支持，那产生这样的后果的时候，我只能说大家一起来承担。我必须讲啊，以高雄来说，就是说他太重视表面的行销，从城区时代就是这样哈，比如什么爱河不是什么整治啊，就我们不在讲台北市地下污水管看不到的建设，污水接管率达到90%以上，结果高雄就非常低啊，那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最近这个陈其迈在做什么？那时候那个 Blackpink 来个粉红色行销，最近的蓝色行销，蓝色泡泡好漂亮，好梦幻。可是一而三再而三的这个垃圾山，我真的想说，高雄哪来这么多垃圾？什么美浓大峡谷啊，码头山啊，什么月世界，现在又来一个什么田寮，有完没完？请问一下。现在发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除了陈其迈在那边吃震怒丸之外，就又来了震怒丸之外，
请问有任何的实质的这个他能够去做什么事情？有哪一个官员因此而被处分？哪一个官员而下台吗？没有。最近才有一个高雄市议员用很羡慕的口吻跟我讲说，高雄跟台北的差别叫做高雄是只要会嗨不要 AI 哦，所以就是刚刚那个委员讲的，就是高雄就是在这种表面的东西，办演唱会、办活动、放烟火等等的。但是你看城市治理哦，这只是台南跟高雄，你们还同一个党执政的耶，你们连联合稽查都做不到。刚刚所说的都叫垃圾山呢，已经变成山了，不是堆耶。所以那代表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过去你陈其迈、你陈菊都在干什么呢？让高雄处处都堆满垃圾山。江老，环保是民进党的议题啊，所以民进党党旗是绿的，大部分的环保团体都非常绿。那我们刚刚讲台南、高雄的最大的特征就是绿色执政，但是当你发现它是垃圾执政。